硬核低价藏不住，本节目由藏在微信里的同城旅行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玩转你我他，让我们乐在一起的可口可乐分享瓶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潘婷胶原泡弹发膜赞助播出，一颗72小时弹韧亮，根源改善发质。万能的淘宝，淘到心头好。本节目由万能的淘宝赞助播出。这是什么地方？观察室。阿乖的被关在这里面的，从小到大。2020年，阿乖遇到了朋友。这里的用户名是金朋友。那是我朋友。哎，那是不是凶手看见通知书上的话，误以为是来杀他？可是你看到这个人，你就知道他不是我朋友啊。不是说我去看到你的脸捅你，所以说他其实在被打死或者被捅死之前，他其实已经变成了怪。所有人都是今天开始中毒，只有阿乖出来之后，这个病毒才能扩散嘛。这个手链是从死者上拔起来的。我们是24年优秀毕业生，那这个范畴只存在我们6个人当中。有没有可能那个金朋友是在这里面代替阿乖，然后阿乖出去了，真正的阿乖在我们6个人当中，那个死者搞不好是阿乖啊。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先不要盘谁下的毒，这个毒一定是从阿乖身上出来的。对。那我们现在第一任务确认那个死者到底是不是阿乖。哎，那就是这个逻辑嘛。你看，金朋友和阿乖只能2死1嘛，那我们接下来只需要找的这2个其中之一，不就 OK 了吗？找到一个人就能定另外一个人身份。走。等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是一个哈哈镜。装扮成你喜欢的人设，完成可口可乐人设姿势挑战。哦，装扮人设，我就是要清晰的拿起这副我喜欢的墨镜，我简直就是时髦精。那么我平时应该是比较喜欢网上冲浪的，所以我就选择这个吧，吃瓜群众。来，完成他的挑战。第一个姿势，显眼包。然后第二个是气氛组。第三个艺人。比心。哇，我们完成了！感谢可口可乐吧。今天呀，我觉得我们这个时髦精和吃瓜群众也因为可口可乐走到了一起，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感谢可口可乐，分享可口可乐吧。一起干杯！让我们玩转可口可乐分享瓶，让我们开心推案，干杯！好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啊，非常重要的证据。我一定会保护好阿乖，他会变成一个正常的孩子，活在阳光下的。这是一张合照，就是刚才那张照片啊。哦，推是罕见基因疾病的诊断标准和临床实践指南。近期医学专家就基因疾病展开了研讨会，会上有专家指出丧心病狂症的诊断标准。丧心病狂属于一种神经系统障碍，以突发性不可控的极端情绪为核心。不过此病并不频繁，几年发作一次，情绪失控，瞬间从平静状态转入暴怒狂躁模式，失去自控能力，行为异常，自残、攻击、撕咬活物、破坏物体，语言能力暂时退化，生理反应，肾上腺素水平异常升高，痛觉暂时钝化，感觉不到疼吗？对，意识障碍发作期间可能出现现实解体感，无法认知现实的事物和人，发作后则会导致片段性失忆。所以其实所谓的怪物，就是得了这个罕见基因病的人。我给你看，所以会了。装什么00后啊？反面。你不会没用过这个东西吧？没用，我从来没用。真假的？真的。行，我们听听这个。你不要怪阿乖，虽然他刚刚咬了我，但你知道他只是病了。这是妈妈吧？他才6岁，你一定要治好我们的儿子。妈妈，把他藏好，不要让别人发现他。
也别让他伤害别人。妈妈拜托爸爸保护阿乖，所以爸爸把阿乖关在这里研究他的病，对吗？想找解药。这是阿乖爸爸弄的工厂，因为他答应了妈妈要保护阿乖，治疗阿乖，不要让阿乖伤害别人。所以他这些年一直在研究这些药物。妈妈去世了吧？妈妈被咬了。他的爸爸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会变成他最讨厌的人呢？那小孩不知道嘛，他就觉得他爸囚禁他，不让他看外面的世界。阿乖，我想一下啊，他就觉得他爸囚禁他，不让他看外面的世界。阿乖遇到了朋友。7月，我收到退役导演专业的录取通知书，那是我最向往的顶尖艺术学校。2024优秀毕业生纪念。优秀毕业生是我们6个人都在。我们今天死的面目全非的那个人，才是我们那张6个人毕业照片当中的其中之一。如果4年前那个是金朋友，有没有可能那个金朋友是在这里面代替阿乖，然后阿乖出去了？24年之后毕业，跟我们一块儿毕业，那个真正的阿乖在我们6个人当中。但是不可能呀，阿乖有这个病，他怎么可能认真上学呢？他说隔几年会发作一次。对，这倒是。这个阿乖一定是这样逃出来的，然后他用勺挖那个道，也就是他准备好了，但是没有人替代他关在这个里。死的这个人刚才说的逻辑是金朋友嘛？如果他是金朋友，也就是金朋友替这个阿乖在这里做那个病号符，所以他把病号符换下来了。就那个红头发是金朋友。对，所以他那个说纸条上面写着我要找那个人报仇，其实要说的是阿乖，要找阿乖报仇。不，我不同意你这个观点。你说，比如说，金朋友来了，阿乖跟他相遇了，然后阿乖说，那我就以金朋友的身份出去生活好了。不，那我可以换个人身份，我可以叫宁缺毋滥，我可以叫科班出身。可是我们只是在学校认识的，我们之前是不认识的。那科班出身去哪里了？如果他替换了科班出身，不存在，我可以虚拟一个科班出身出来吗？我觉得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是从哪儿来的？如果手环是阿乖的，金朋友怎么得到阿乖的手环？只有我们6个人才会有。那如果他身上有，是他找他的时候抓过来的吗？是这样的吗？是抢过来的吗？我想盘一下时间线，因为他中毒的时间就是12点半嘛，对吧？他是22号，今天是23号，对不对？对，所以是22号晚上8点看到他咬袖子，也就是咱昨天还在犯那件案子的时候，他这件事同时在发生。对，是这个道理。8点30的话往回推8个小时，也就是中午12点，12点我们俩在干坏事呢。我刚才就说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当中一定有个坏人嘛。没错，肯定是还得有的。这个得再找证据在，还有什么东西没打开过？那个锁还没有开吗？哎，对，这一下是的。这个上面有没有什么数字之类的？2003，这个2025，实在上面有一个日期。给我来，你看就是不是这个时代的人？有一个12月31号，你先试一个1231打开了，厉害。那另一个就是2003有一个关键的数字。不对，你不要怪阿乖。妈妈是什么时候死的？6岁，他说他6岁。他的年龄和阿金朋友是一样大，一边大。哦，18岁。对啊。2020年是18岁，那就是2002。02年。还是你聪明啊。 6666。哎，2008。2008开了。开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来想一下为什么2008？因为2003加5等于2008，所以是2008。那我还可以说是2000加8等于2008，所以是2008呢？对啊，那就更可能是2008，因为我们做了2个算术，答案都是2008。那我还说2001加7。对呀，那可是。这个开吧，我们就是误打误撞。
2020年是18岁，那就是2002。妈妈是什么时候？6岁，他说他6岁。啊，2002加上6。哦，对呀，当然了，还得是凶手啊，还得是凶手聪明啊。阿乖整形手术。2020年9月18日，全脸声带修复，因遭受外部冲击，面部和声带完全损坏，需进行修复手术。阿乖又想逃跑，还弄伤了自己，他受伤很严重，必须通过手术帮他修复。幸好这次及时发现阿乖了，为了防止他以后再逃跑出事，我要给他戴定位手环，戴个定位手环。什么意思啊2024年10月18日，阿乖的身体彻底康复，样貌和声音已恢复。这个我告诉你，这个，你看出现整形这个东西，就一定代表会有身份替换的这个点了。没错，你看啊，2020年9月18日，它是出现了全脸加声带的一个损坏，然后手术，损坏原因是因为遭受到外部冲击。2020年9月18日，你回想是不是你们俩开车？不是，是8月15日。对，所以8月15日嘛，他不是全脸缠的绷带嘛？对，所以被手术的那个人是金朋友。不用看那个，看这个。死的就是阿乖。啊！阿乖还活着的时候，他体内的病毒并不致死，且不具备传染性。OK。若阿乖死亡，病毒会在8小时内发生变异，病毒彻底变异后将具备高传染性。然后呢？与此同时，已死亡的阿乖会出现头发变红，皮肤长出红色纹路等体表特征。且会重新获得行为能力，表现出高攻击性并传染该病毒，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感染源。已死亡的阿乖会出现头发变红，皮肤长出红色纹路。好吓人啊！阿乖乖，我一直关着他，他不理解我也没关系。为了治好他的病，我要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实验研究上。最后一页是2025年4月22日晚上8点，我才发现阿乖不见了，一定是又跑出去了，我得把他找回来。所以是因为阿乖死了，所以这整栋楼的人被传染了，变异，对，变成怪物，对。我们刚才一直在聊的东西都是八面玲珑是物理致死，因为是说下毒致死。现在这个东西不存在下毒了，他从小就有这个毒，是今天他的2次复活只是一个必然，所以说第一回他正好发病了，对，这就是在说今天发生的事嘛，这个本子上没错。所以是有人让他变成红头发，也就意味着我们当中把他杀了，让这个病毒传播了。这没错，就是说。阿乖在头发变红，被钢筋扎死之前，凶手以另外一种形式，不是病毒感染的形式把他给杀了。不一定是什么喝毒药，然后一拳打的休克死了，对，或者是击打后脑，或者是钢筋捅了，没错，都有可能。对。这怎么推啊？你现在只需要找到谁会想杀阿乖。今天死的那个肯定是阿乖，是没问题的。对。那等一下，我想问一个问题，这个整形手术的它出现的意义是什么？如果阿乖就是阿乖，阿乖也乖乖的在里面待着，这个阿乖是否是在这个期间和这个人不知道，就是这个人一定跟阿乖长得一样的存在吗？对。有一个纸上写的。我把你当朋友，可你却想杀了我，还之类的。宣传单9号那个9号储物间的那个柜子旁边，你当年居然这样，我把你当朋友，你却想杀死我，我一定要找你报仇。会不会是金朋友跟阿乖说的？我们先捋清楚啊，阿乖死了是不是？阿乖被我们其中的一个人被那个凶手给以一种形式给杀死了。我们先捋最浅显的，凶手为什么要杀阿乖？有没有可能是阿乖跟金朋友之间的纠葛？他们俩互相杀。海报上说的那个，我把你当朋友，你却想杀死我，我要报仇。有没有可能是金朋友想
杀了阿乖。假阿乖，我听不懂。意思就是阿乖逃了出去，和我们一起上学。金朋友被留在这里代替阿乖。金朋友这次出来想杀了阿乖。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他俩应该是共用一个身份，还是一张脸啊？就一张脸就是一个身份嘛。哦，我懂你意思。死者一定是阿乖。一锁呢，阿乖会出现头发变红。如果金朋友杀了阿乖，那金朋友可能替代阿乖混在我们之中，一定得是个男的。那昨天的凶手就不可能是这一案的凶手，对不对？所以你们俩被拍了，现在就是你们俩。好，今年2选1，这就2选1了。我觉得很像2选1，因为一个是变成过丧尸，一个是跟我们留在这个实验室。杀人不是我。吓死我了！电脑，就是一个电脑吧。手环哦，定位系统哦，阿乖有手环。工厂1楼，走。OK， 走吧，走了。出去啊！我们下1楼嘛，要找的那个点。去1楼。对。电梯右手边。不是，应该是这个。就是这儿。电梯右手边直接是这样。应该不会再有怪物了吧？不，没有怪物了。哎，这有个表在这儿，定位在这儿。那所以阿乖的手环为什么会在这儿呢？来，我们开始找吧，来。哎，不，这什么？有血，带血的瓷片。哎，那个桶有东西。啊，对。哎，有一根钢筋，哎，带血的。拿着这个带血的钢筋，拿着。都拿着先。这里还有什么东西？再找一找。找完了吗？这找一找砖头底下吗？对不起，怎么了？有字在哪里？哦，对不起。谁对不起谁啊？这是个通道，这有个通道，我刚刚去看这个后面有个通道。我们看看这是哪儿？这出去了就是大楼外了，哥。哦，走吧，带着东西走。这是不是昨天他咬袖子那个地方啊？哦，是吧？哦，那我们要去哪儿啊？哎，所以那是谁？所以那个，那是谁？快给他扶起来！哦，哇！天哪！这是全部那个我们解救的人，好 ，OK， 行。那没事，那我们赶紧回去，快走！哎！抓住他！哎，这抓他！快！你们怎么这都追不上了？不是，他跑太快了，没办法。话都让你说了啊！谁剪开了锁？刚才我想问那个门锁是谁剪开的？那肯定就是刚才那个人啊！神秘人，他抱了一个小盒子，里边像一个那种盆景，景观。对，像那个沙盘演绎的东西。哎，你们调查的怎么样了？有进展了吧？我来给你们送点东西。 OK。
解谜、推理、检验，同城全面在线。这是同城旅行为大家准备的搜证助推工具，希望能帮助大家梳理信息线索，理清逻辑脉络，探索真相时刻。我们同城出发！谢谢。这怎么啊？相信你们一定会很快洞察到真相的。我就先去忙了，拜拜。看看桶里的东西吧。好，来看。我这有一个，刚才捡了个手表没拿出来。已损坏的时间是4月22日中午12点15，也就是我们的判断是对的。他在昨天中午12点15的时候就死亡了。中午12点15，大家都在干嘛？昨天中午12点15，哎，我们是不是在一起啊？这跟干嘛没关系啊。我们来看一下12点15你在干嘛？赶紧交代，昨天中午12点15你在干嘛？12点的时候，我在厕所。这个时间我22号我在厕所护理我的口腔，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担心有吻戏。你骗人，我没有看到你。你也想说说？对，我12点到12点半拉肚子。我也没有看到你。等等，好。直接是经典2选1。经典2选1。我护理口腔没有去坑里护理。我知道。你拉了半个小时吗？对啊。我护理了半个小时啊。对啊。那不就行了？但我没有见到你。我也没见到你。他有没有说谎我也不知道。我只能说他肯定不在。我12点到12点半在红毯附近的洗手间护理口腔。你在？你呢？我12点到12点半在办公区的厕所。你把墨镜给我脱下来。对，你不要躲避我们的眼神交流，这样是会更有嫌疑的。对。12点到12点半，我在休息间休息，还抽空做了一下台词训练。我在这边厕所没有听到你做台词训练。我做的是那种小声台词训练，就是我在练那种这样的台词，你当然听不见。我要练的是我以后当演间谍的时候，我怎么传密信。我在12点到12点半，我在铁布衫山脚给8拍视频呢。哦，你们是互证的？我跟8是互证的，就已经把它排掉了吗？对，你排出去了。好，这一把将是我们的高光，我等这一刻太久了。今天我们双剑合璧，抓住这个凶手好不好？我们的组合就叫宁静。哎，宁静什么？宁静。好，我们就叫宁静了。静姐保佑。哎，这是什么啊？对，刚才这个桶里的东西我们还没有。朋友一定要成为100亿票房导演。啊？他让谁成为100亿票？朋友，我是个孤儿，我用自己所有的糖果交到几个好朋友。2008年划掉了，我以为友谊是纯粹的，却忘了人心的复杂。帮大家完成这些作业真开心。2015年划掉了。真正的朋友不会让你感到渺小，而是会让你觉得自己被看见、被尊重。他把我们的心事当笑话讲，这是真的朋友吗？2017年划掉了。欺凌往往披着友谊的外衣，但真正的朋友不会用你的弱点来伤害你。没想到你竟这样对我。2020年9月17号。阿乖，安眠药。等等，这是谁？金朋友啊。阿乖和金朋友是好朋友。哦，安眠药给了。金朋友，没想到已经过去4年了，我终于痊愈了。可是我竟然变成了你的样子，你毁了我的一生，我不会让你好过。所以我说了嘛，互换身份嘛，整形了嘛。这是金朋友的本儿。金同学，因为他从小可以生活在正常的环境里，阿乖是被关起来的，所以这是他以前的经历。他被同学霸凌，被同学，所以然后他记录了当年阿乖把他迷晕之后，下了安眠药之后，然后呢变成了他的样子。对啊，肯定是金朋友说，金朋友变成了阿呆、阿乖，所以他们现在共用的是阿乖的脸。那就是说金朋友变成阿乖了。所以这个金朋友现在就是我们其中之一。对，
这个金朋友确定就是在我们之中了。啊？他变成了阿乖的样子，怎么在你们之中呢？我从那里开始说啊，比如说阿乖把金朋友变成阿乖，我们就叫金乖好了。好，金乖。好，金乖关着。他说我终于痊愈了，是在2024年的时候。没事。他出来了。对。他说好，我要去找阿乖，所以他今天来干嘛呢？报仇雪恨。对呀，我来嘎他呀！你看好了。你毁了我的一生，我不会让你好过的。2024年，这是他爸给他做的整容手术，对不对？那就是20年到24年，他这脸养了4年，长成了金朋友的样子，变成阿乖的样子。阿乖的样子，他变成了金乖。不，等一下。我想说的一点是这样的，今天死的是阿乖，没错，也就是阿乖之前是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那个用着我的手玩的那个人吗？对。今天这个凶手是金朋友。金朋友，对啊，现在在我们这几人当中啊，也就意味着他之前跟我们没有在一块相处过，因为他被关了4年。对，金朋友被当成阿乖关起来，他是什么时候逃出来的呢？是昨天一早，对不对？对，晚上8点，我才发现阿乖不见了，一定是又跑出去了。我22号早上大概8、9点左右，我看见一个人，他是穿着病号服，之后我还在工厂和推百亿影视公司门口看见过他在那儿瞎溜达。昨天他突然有机会逃出来了，把阿乖干死了，他来当阿乖的身份。对啊，以前混的是阿乖，现在混的此时此刻是金朋友。谁现在找的是谁？是我的那个金朋友。对，就是阿乖想跑，把金朋友留在那儿，当成了他爸的实验品。对，他自己阿乖自己跑了。对，是的，对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来找跟我们上了4年学的阿乖是谁？他现在已经被替换成金朋友了。看看剩下还有什么线索。那个对不起，我也觉得有点奇怪。那个对不起谁写的？我觉得是阿乖写的，临死前沾着自己的血，写了个对不起。对不起，因为对不起是血写的嘛。阿乖觉得自己做错了吗？对。这个包是哪来的？是那个桶里面的。现场捡的，对。哎，他为什么要烧这个包？就烧毁证据呗，那就是想啊。阿乖的日记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在退役的4年里，我过上了曾经只能想象的生活，遇到了各式各样的朋友，他们教会我成长，教会我什么才是真正的友谊。我见到了很多新奇的人，也听闻了很多诡异的事儿。有人跌入深渊，也要拉朋友垫背；有人向朋友卖惨，获取资源；有人在生命遭到威胁时，用朋友的死换取自己的生。有人利用朋友为自己出头，有人通过算计让朋友替自己受过，有人自己犯下错误却让朋友来背锅。他们跌倒时，他们陷入绝境时，不想办法逃出去，而算计着如何让别人替自己受过。他们无力翻盘时，不是承担后果，而是寻找着下一个可以替死的人。我把这些事儿随手记录下来，整理成了推忆鬼事。哦，这本是他写的推忆鬼事儿。虽然这些事儿可听起来像恐怖传说，但真正的恐怖的故事或许是我的过去。我曾是困在铁笼的怪物，爸爸用黑暗治疗我，最终把我变成了黑暗的一部分。最近在论坛上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名字叫推好，我们经常互相分享生活中的事儿。原来他的真名叫做实习生。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名字叫推好，所以他俩都认识实习生。都分明和实习生是好朋友。他告诉我，真正的友谊不需要用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方式来兑换。谢谢你，推好。退役4年，我当过退役之星，也是退役优秀毕业生。终于要毕业了，我一定会有更好的未来。哎，咱们几个是不是都是退役之星啊？对啊。这个就对了，这个对上了。第一页上面还有小纸条，看看。倒霉蛋会替我留在这里，被囚禁，而我终于得到了自由了。就是阿乖，阿乖让金友替换了自己，没错。对，然后阿乖出来在退役生活了4年，并且在退役里面拿到了退役之星。还有什么线索吗？这啥？这啥呀？这啥？这刚才没有看到这个。
黑万能黑市交易回执，交易内容典当8星8钻长命金锁1个。以上内容完成交易，双方需遵守绝对保密原则，即刻生效。交易人阿乖。一份2002年出生的无任何亲密关系的男性身份证明。以上内容已完成交易，这个是2020年9月17号。然后一个2020级推正艺术学院新生入学名额，就是他自己吗？对，9月17号，他在9月17号安排好了一切。啊，这个其实就是证明他20年替换身份，换身份那回事嘛。关键的是这一张，一份2002年出生无任何亲密关系的男性身份。对啊，孤儿嘛。那就盘你们的身世。你的身世从小到大。大猩猩推福利院，我是星星点灯福利院。我没有名字福利院，就是福利院长大。你是？我有那么多朋友，童话故事般的朋友。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童年是可以证明的。对，因为他不可能编一段。我也是福利院出身的，我也是。但是你们都没有证据，你知道吗？他明晃晃的出来一个证据。他是被排了，这是2020年要的，也就是4年前要的。但是他讲的是他6岁的时候的故事。如果他是凶手的话，我是没有身份的，我不会编出一个身份。我就说哦，我就是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我不会说，哎，我从小有一堆朋友，他这个是可以找到根据的，你懂这个？我觉得的确能排他，因为你们4个人都是福利院，那就统一就好了。为什么他自己多了一个这个证据呢？对的，所以是把他排掉的。可以的。这个圈里就只剩下你们俩。所以你俩 PK 一下。谁俩？我俩 PK 一下。对，但我们没有点可以 PK 啊。哎，他今天做个红发型，会不会就是哦，只是为了帅而已？不，他就是你们。你说你的福利院叫大猩猩福利院？不是，我星星点灯福利院。哦，星星点灯你的福利院？我没有名字，我没有名字。什么？我福利院就是没有名字的。但我觉得就不是他了。如果我是凶手，我肯定编个名字。我小时候被送到了无名福利院生活。我想知道你现在演技的上限在哪里啊？没有上限，就是演。当然也没有下限，就是演得很好的意思了。没有上，没有下。证据拿出来，证据拿出来看看。真的，我没骗你，就被送到无名福利院。那你有什么好抗辩的呢？如果我现在就觉得你肯定是凶手，你要怎么说呢？我没什么可以说，你没有什么怀疑我的点啊，就因为一个福利院锁我凶。我突然想到一个点，金朋友在替代了阿乖之后，是不是其实是在12点到12点半这个时候互换了身份，对吧？对，就把他弄死了嘛。那这时候金朋友因为在这个4年都在那个密室里面，他其实是没有接触到我们推正艺术学院的学习的，对，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当一个演员。他出来之后就已经到了我们这个选拔的赛场上面，那他需要干什么呢？需要干什么？他12点之后的所有行为肯定是跟之前是有反常的。举个我的例子啊，我从我开始举，12点到12点半，我在那个厕所里面去护理我的口腔，是为什么？是因为我害怕会有吻戏，我担心自己演得不好，所以我去护理口腔了。我在晚上10点之后上一案结案之后，10点之后我是去找了单导，我是想给单导展示我的演戏天分，还是跟表演相关？当然，这是跟表演相关的东西。哎，我觉得这说得很对。然后。那个明构就是明哥因为排掉了，他时间不对。然后你呢？你10点之后去干什么了？我去social去了。什么？你去social什么？就跟那些演员想找副导演那些演员去聊一聊他们怎么当演员的，对这个戏的理解啊什么的，就去social去了呀。你去跟群演去social了？我去的时候导演不在。OK， 你去干什么了？我去找的那个试戏的那个。我回来不是给你们演吗？怒目圆睁，什么呆若木鸡，就是我要去拿我的角色卡。但我觉得，如果你现在彩白的话，我又很怀疑你了。我没彩，不是我这个东西，我甚至我说觉得他的有可能，我没说踩他，就白在我这儿看来是就这件事儿啊，会没有他的嫌疑重。哦，因为他是拿到了一个演员该做什么的东西，就是我去试上这个戏，我只需要会俯卧撑。只需要会怒目圆睁就行了。
我想问一下，所以他没上过学？他没上过表演啊，他。哦，他说的对，他说的对。对啊，就现在在这里的那个凶手金朋友，他是没有表演天分，他甚至不知道演员该做什么。哎，他刚说的这个点提醒了我一点，你说，就是我们也是换人格的这个东西啊，换回来之后，我们要去在这个人里面进行生活。假设说这个人换回来之后，在这个新的环境里面生活，接触一帮新的人，你觉得这个人还会不会选择跟以往在他生活中亲密存在的人去进行更多的接触？谁呀？就比如说我放到你的身上举例子，假设你是凶手，说一下，您换回来之后，然后你不是你的那个昨天那个人设是你一直在追八吗？暗恋，暗恋关系。对，就是反正还是有亲密接触的嘛。比如说，在这个人回来之前，你跟这个八不是就一直已经有接触了吗？不是。回来之后，你再继续还会选择跟他一直接触吗？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露馅的风险？等一下，你知道吗？我表达点是这个，对吧？你 get 到我的意思吧？对吧 ？OK。我们现在的共识还是谁2选1？嗯，你觉得是我们俩2选1？对，我也觉得。我也觉得是你啊。他有问题。啥？就是他。大家跟着我一起投他吧，他是杀手。等一下，我刚才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因为我现在干净的嘛，所以我发言相对来说，对你随便说。一份2002年出生无任何血缘关系的男性身份证明是在2020年买的，对吧？也就是他在2020年入学的那一天，假造了一个身份跟我们一块入学。对对对，9月20号入的学。刚才想说一个非常确凿的一个证据，想要指证是他。说来听听。你说，把你的推到最可能。我们刚才去过阿乖的房间嘛？咱先说一个前提是阿乖顶替了金朋友，在他18岁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跟我们一块上学吧？对。也就是他之前的世界里都是在那个房间里，对，他对外界不了解。没错。然后，但是他的房间里有好多童话书。是的，是的。打个比方，我是被囚禁了18年，我18年第一次踏入社会，我接触的都是童话书，我给自己起个什么名字呢？白马王子。高光。不管他是不是，我觉得这一套是吧？他房间里有童话书，所以他画的都是童话人物。同理，其实同理。但我没有想到白马王子这个点。就是，而且你的福利院叫什么名？我的福利院叫童话福利院。你带我和。OK， 我更倾向他。我觉得这是你脑子里的一个童话，是吗？啊，你猜我，我猜你，你猜我猜。我必猜你猜，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证据就没有像刚刚那么的确凿，说 OK， 你有一张福利院的。好，我给你一个确凿的。好，来说。我在讲述我故事的时候，有没有说我想努力成为一名什么，而让抛弃我的父母后悔抛弃我？有名的人。有名的什么人？演员。对，成为一个大明星，让我的父母后悔他们当时做的这件事儿。对，所以金乖他的目标是什么？导演。没错，很有，成为100亿大导演。所以，我是不是安全了？不是，我的意思是，到底是谁对谁说你一定要当导演？导演到底是谁的理想？导演如果是金乖是理想，就跟你阿乖想当演员没关系。这个表演系想当演员的是阿乖。好，那我又出不去了。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又被拉回来了。我现在反而觉得柯的嫌疑大。为啥？怎么说？他都在讲道理，但他没有。你觉得是谁啊？我觉得是他。为什么？他是通过了那个女装，然后拉下来这个人，扮演了一个东西，然后再回到这边，然后他扮演女装，然后他又扮演画皮，然后他又扮演这个，就是因为他换皮身份回来的嘛。哎，他之前是什么鬼来着？画皮鬼嘛。啊，对，我男扮女装。
所以他是非常熟悉这个画皮生活方式的。他的生活轨迹当中就一直在出现这件事情，你懂我的意思吗？阿乖也是一个买假身份生活的人。你一直在对。今天的主要逻辑就是在换身份而活。换身份而活，就是我们以别人的面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平时除了我的本人生活以外，我肯定还会运用我的这个技能。好了，画皮鬼，我投他。本来我也觉得是他。不，你这是强词夺理。为什么是强词夺理？他做人做事的方法就是顶包换脸假扮。对。退役之星是假扮拿下来的。对。没有，他是女扮男装，跟那个退役之星有可能拿退役之星那个人聊天儿。这个跟金朋友有什么关系？你别被他带节奏了。如果我是阿乖，我以前我会男扮女装，我会所谓的画皮，我有这项技能非常成熟。那金朋友他替代了阿乖之后，为什么跟这个画皮有关呢？我们要讨论的是被替换之前谁更像阿乖，被替换之后谁有金朋友的特点。这怎么找啊？我觉得是他。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不敢确定某一个人的时候，他揪住了一个点，一直在攻击他。不是，我们两个2选1的时候，我们两个对辩这件事儿没什么问题吧？你凭什么认为是你俩2选1呢？凭什么？我们确定了你排了吧？啊，我们确定了他排了吧？为什么确定他排了？现在没有啊。我觉得只有凶手可以确定2个人都被排了。生推啊，今天不是生推，他这个肯定会透露一些什么逻辑。这个推好，我们现在他就是一个热心网友是吗？我们去搜实习生的证据，说不定可以通过 ID 看出这个人的哦，对，他这个人叫实习生。走，网聊。哪有出现过这个啊？听到过。有实习生，怎么着？你害怕我们找到实习生？哎，这个是实习生吧？对不对？这个电话。谁打电话？这个电话。哦，对，有电话的这个。阿乖哦，这个人他就是跟阿乖聊天。哎，对，她是阿乖的好闺蜜嘛。阿乖说：“好羡慕，我也一定要成为退役之星。加油，你可以的。”给你说个小秘密，我想谈恋爱了。哇，祝福你，我的朋友，希望你可以拥有一段甜蜜的恋情。这是23年1月份，很久以前了。这是23年年末，我最近压力好大，心情很郁闷。我的朋友，不要有那么重的包袱，我会永远为你加油。希望你每天的心情可以像冬日暖阳一样灿烂。阿乖说，前几天朋友不小心在我手上划了一个伤口，我怕朋友被老师指责，我就画了一个太阳遮住了伤口。对，那你现在好了吗？不用担心，已经痊愈了。伤口有疤。哎，不对，哎，22年说我一定要成为退役之星，那就是22年的时候还没。你是几年的退役？我是22年啊，我排掉了。直接锁胸啊！我排了。我是22年的退役之星啊。我们退役之星是几月几号选的？啊，6月3号。掌声送给我们自己。好的，又是我了。被你找到关键线索排了你自己啊。我刚刚是反应到这个，我没看到日期啊，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选的。没错，我们的经典2选1，没错，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这个呢，想谈恋爱了，这是个废话，对不对？对 ，OK， 那我洗出去了。这个把他给排了，为什么？因为我早就跟他谈恋爱了。他不能假装自己没有谈。他何必呢？他是我的痴心鬼啊！我是痴心鬼嘛？对呀。我没有想谈恋爱啊，我在扮女装呢。OK， 你自招的话，认输输一半。我不是，我认什么？他又不像，没有啥像不像，所有的证据都指在这儿了，有什么像与不像呢？有什么证据？你告诉我有什么证据指向我的？我们是通过排除法，对，我们没有找到直接锁定真凶的一个直接性证据，但是我们通过一轮一轮的推理，一轮排一个，一轮排一个，一轮排一个，而且每一轮的排除就投他。
哎，我觉得这一句话是可以排我的，我先自证一下哈。你说。我说好羡慕，我一定会成为推艺之星的。5月6号，那1个月之后不就推艺之星评选了吗？我22年的时候我是当上了推艺之星，他是我的知心朋友。我在5月6号的时候，我跟他说我一定会成为推艺之星。他的逻辑我懂了。我跟他表达了这个，那我为什么当上了之后我不跟他说任何话呢？那如果这个人不是你，是他22年没得，为什么后面又不把这个推艺之星再告诉他们？对啊。你们想一想啊。当年他拿推艺之星的时候，他可是用了下作的手段，让本来是推艺之星的那个人下去，自己当成了那年的推艺之星，扮女装把人家拉下水。他利用最后1个月的舆论时间，投票吧，投票吧，投，你们投我，只有你了。今天的真凶人选，我选贺。作案动机就是为了复仇，作案过程利用了病毒。我锁定的凶手是，聪明的你有没有发现呢？很纠结，因为我的2选1是在白马王子和柯2个人中间的，这2个人在我心里是2选1。今天我选的真凶人选是。今天我的真凶人选是，在我心里，柯和贺这2个人嫌疑最大，所以呢，我就把这一票投给了。藏在微信里的同城旅行，硬核低价藏不住。接下来进入同城旅行真相揭秘时刻。凶手！我天！好，在今天的案件嫌疑人中，有3人获得票数，获得票数的就是赫有名，科班出身，白马王子。谁投的白呀，哥们儿？谁投的白呀？我请问了。我投的呀。他这咬我，我不投他，我投谁啊？没关系，公布吧，公布吧。有2位玩家获得1票，除此之外，还有1位玩家获得3票。那就是，然后我就算一下票，3票，谁？我投的是柯，我投的是柯，那就柯是3票吗？什么？我是3票吗？他吗？他投的是他，我投的你，我投的你。对啊。你如果你这么玩，你真的很牛，我跟你说。这么厉害吗？他都藏不住内心的喜悦了。你看你笑的，我真无语了。我等一下，宣布吧，公布。获得3票的玩家是赫有名。哎，我是金字招牌，我要投的是贺。今天我的真凶人选是贺，我选贺。我是因为柯最后的那个状态，我觉得他更像一个凶手，所以呢，我就把这一票投给了柯。真凶人选是白马王子，他一直在踩我。22号我在厕所护理我的口腔。你骗人，我没有看到你。我服务员就是没有名字的。证据拿出来，证据拿出来看看。他有问题，就是他。我觉得这是你脑子里的一个童话，是吗？啊，你猜我，我猜你，你猜我猜，我必猜你猜，没有啥像不像，所有的证据都指在这儿了，有什么像与不像呢？有什么证据？你告诉我有什么证据指向我的？自招的话，认输输一半。我不是，我认什么？大家跟着我一起投他吧，他是杀手。我作为男人这口气我咽不下去。我作为男人，我作为男人这口气我咽不下去。他居然猜我这么狠，那我必须得选你。
要丢脸得让他丢。他今天要是选了我，不是我，全场最丢脸的一定是他。不是，等一下，他今天哪里践踏到你的尊严了？我要请问一下。一直在咬我啊！咬你怎么啦？他咬每个人。他就是凶手的状态。我跟你说，白，真的，如果我不是凶手，你丢大脸了。不重要。但是我今天为什么投你？是因为你太咬我，作为男人的尊严，我必须。好，你这么解释是可以的，这么解释好，真的 OK， 还能这样？好，面子游戏吗？男人的尊严不能。男人的尊严比听钥匙重要。面子游戏吗？那还是投的是对的呀，对啊，我俩这票还在他那儿啊。他投的我。那还有谁投的他？你投的我。你们俩，你3票投的我。我没有投他。我也没有投你。啊？不可能，那怎么可能啊？我真的要起鸡皮疙瘩了，谁还在搞？接下来，公布大家是否锁凶成功了呢？看看谁伪善的面具摘下来。我已经准备要捶你了。你捶我干嘛？如果我投错了，我就捶你。投错了跟我也没关系啊。不，本次游戏，嘘，你说呀。本次游戏失败。等一下，那是谁呢？你呀。你还演？不对，真凶就是。不对，等一下，他呀，不是。等一下，你让他报，你让他说，你让他说。OK， 没问题。现在我再让他说，我再让他说。他呀，不是。嘿嘿，真凶就是科班出身。我真无语了。你玩的太好了，不是你投谁啊？我说我投他，我就投他了。他双票是吧？他有双票权。还有 double。今天我跟你说，最蠢的就是我，最坏的就是我。没啥。因为我是他的 X。啊，你是 X 啊？好好玩，好好玩。哎，他不是8的 X， 还能成为凶手的 X？ 没有8我根本不是8的 X， 我编的。他根本没有8的 X 这码事儿，他自己纯编了一番出来，我们就信了。哦，还能这么玩呢？不是，因为我当时我俩沟通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要这么玩，我说你疯了，你把他们当傻子吗？因为你们完全没有再去想我是 X 的可能性了。对啊，这主完全剔除了嘛。对，而且后来8走了，我才敢这么玩。还是他玩得好。对，他玩得好。捶墙的人，你偷偷睁眼，我不讲好吗？刚刚那个睁眼游戏有人睁眼了，就是阿8嘛，对吧？对，他是杀手，我早就知道了，因为我是他此案选的 X。咱先说一个前提是阿乖顶替了金朋友，在他18岁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跟我们一块上学吧？对。打个比方，我是被囚禁了18年，我18年第一次踏入社会，我接触的都是童话书，我给自己起个什么名字呢？白马王子。哦。高光。我觉得这是你脑子里的一个童话，是吗？啊，你猜我，我猜你，你猜我猜，我必猜你，你猜。我觉得是他。哎，他之前是什么鬼来着？画皮鬼嘛。所以他是非常熟悉这个画皮生活方式的，他的生活轨迹当中就一直在出现这件事情，你懂我的意思吗？好了，画皮鬼，我投他，本来我也觉得是他。22年说我一定要成为退役之星，那就是22年的时候还没。你是几年的退役？我是22年啊，我排掉了。
我们退役之星是几月几号选的？好，6月3号。掌声送给我们自己。但是这个呢，想谈恋爱了，这是个废话，对不对？对。这个把他给拍了。为什么？因为我早就跟他谈恋爱了。对不起，我聘你，我真的心理压力好大。没事。我跟他谈恋爱的时间是在2023年的情人节。23年的时候一见钟情，然后我就和他表白了，之后我们2个就很开心的在一起了。所以就是他根本排不掉，我们刚好和好，好不容易在一起。没关系，我觉得是没关系的，输赢不重要。这片子团团转，无语。老白，你说你现在白哥，你发一下言吧。你检讨一下，你现在问题出在哪儿？我的问题就是我自身的问题，我自己回去反省就好。怪我？不怪你，不怪。啊呜！险啊！富贵险中求啊！要站一起。其实他今天要踩我这番，我们2个商量的是，针对他的打法，就是做给他看的。对，就是因为害怕他，所以我们2个要一直有这个。对啊，因为他说这个可以做给你看，但是你俩的票，我其实只需要1票，我拿到他跟他的这票其实就够了。好。关键性证据是什么？关键性证据是一条逻辑链，在死者右手手心有一个太阳图案的血印。死者阿乖曾经跟推好聊天时提过，为了帮助朋友不被指责，将朋友造成的伤口画成太阳形状。这次的情况也一样，凶手在杀人时首先打晕阿乖，将自己身上穿的群演服和阿乖的服装全部替换，包括衣服、裤子、鞋子、首饰。没想到阿乖提前苏醒，凶手当即动手杀人，因此遗落了退役优秀毕业生手环。此时凶手手上戴的戒指在阿乖手心划伤，留下了血印子。之后凶手销毁其他证据离开。此时阿乖并没有死，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担心自己的戒指会成为锁定代替自己朋友的证据。出于对金朋友的愧疚心理，他用碎瓷片将这个戒指留下的血印多划了一些伤口，变成了一个太阳的图案，并在石块上留下了对不起的心声。代替阿乖的金朋友回到休息间后，摘下戒指，简单化妆，在22日12点30准时混入了大家之中。别废话了，快发我久违的金钥匙。在这儿。来吧，这个你来发。我强行把他的钥匙发给你俩。没有这样，你发给他吧，好吧？因为你俩属于，而且我发给金。OK。但你今天玩的真的好，哥，你真的玩的太好了。我都那样了，你一点不受我干扰。你今天玩的真的好，没有你真的玩的太好了。好，这次吧，我就先收下了。40小时过去了，你们这次找到了什么疑点？有什么可疑人物吗？今天咱不是看到那个黑衣人了吗？他端了一个类似一个盒，那边这盒里边是个房子，然后有个小院儿，什么一个家园的那种感觉。哦，是放那儿的本来。还有一个点，啥？咱们有个新闻嘛，说调查推田食品厂那个本子上说死了7个人，隔壁推田食品厂发生爆炸。按照老板推百亿要求前往隔壁巡逻调查，从工厂内搬出7具尸体。那个叫安文哲的那个人应该是死在里面了，但是没有他。没错，少的那具尸体，少了安文哲的尸体。对。为什么要偷尸体呢？哦，有个推土机上面有我们的监控，就是有人在监视我们，对不对？还有一件黑色的斗篷。是。生活当中有人在偷拍关注我们的。对。应该就是那个穿黑袍子偷那个盒的人。你连杀2人啊！还没出来。这你再不给你抓起来，我真的觉得有点。今晚上第一个睡不着的有了。那这次你们找到炸弹了没？没有炸弹，这次没有出现炸弹。
不会又把我们炸死吧？又要爆炸了？那我们应该也先找办公室这次。墙上有个炸弹。哎，墙上你头上。这个，这儿，这个，10分钟到一起，我找到第一个了。对，这样。哦，大家来找茬。来找，我们一人负责一个。什么叫向右看中向左看？在葵花籽里找西瓜籽。我找眼镜蛇，在所有蛇中找一个戴眼镜的蛇吧。在金桔中找到番茄。哎，我找到了，兄弟们，我找到了。29。是不是可以捅开？剪断了。OK， 再找这个。这个向左看，是不是55？确定了吗？55。55 OK， 剪。呀，哎，这是个西瓜籽，为什么？正在这儿呢。啊，对，是他。找得好，15。朋友们，我眼睛花了。OK， 那我去找你那个，来，我花了，我来找你这个。在金桔当中找番茄吗？对，我来。哦，这里还有啊。在推中找谁？在叶中找青蛙。谁？在这儿啊，我这个找到了20啊。20，里边有线吗？有线，剪断。青蛙，还有7分钟。青蛙在这，35。就差1个了吧？哥们儿，番茄不该是红的吗？为什么怎么金桔跟番茄长得有哪里不一样？我请问一下。番茄的叶子不一样。叶子吗？是叶子。等一下。你觉得是哪个哥？那应该就是这个，是不是？在这儿。哎，在这儿我看到了。Nice， 眼前的。恭喜你们成功阻止了爆炸。这是我们头一回拯救世界成功，我们终于不用死了。接下来，我将把你们重生到一个新的地方。那里叫做古德豪斯。祝你们好运。其实，在今天的故事中呢，我们都扮演了伥鬼朋友的角色，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向你发泄，把负面情绪全部转嫁给你，又或者将你当作优越感的制造机，通过打压你获得虚假的自信，填补内心深处的自卑。如果各位遇到这样的朋友，希望你们能够学会及时止损，敢于从中抽离。通过这一期，我觉得大家应该能够了解到真正的友谊应该是怎么去经营的。我觉得，如果你想要从对方身上获利，又或者说是每次一有困难你就想躲到你的这位朋友身后的这种友谊，肯定是不会长久的，因为你其实心里就并没有抱着一个真诚的态度去跟他成为好朋友。那我觉得好朋友应该是在困难时伸出双手，在他有好事的时候为他送上祝福，真诚以待才是最好的相处方式。这次的故事当中呢，阿乖他为了获得自己的生活，为了获得自己的自由，反而出卖了他的朋友，让自己的朋友顶替自己生活在了一个被囚禁的环境当中。这其实是在我们生活中，这是典型的伥鬼朋友的表现。有些朋友会来用自己的情感来 PUA 你，如果遇到这样的人，
大家一定要远离它，一定不要让自己的情绪积压在自己的心里边，这样只会让你的状态会越来越差。大家一定要懂得拒绝，从生活中去拒绝掉长尾朋友，从生活中去拒绝掉这些让你情绪出现不良积攒的人，你的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一件不好的事或者一个不好的人而认为这个世界都是对你有恶意的嘛。你如果永远都因为某一件事和某一个人完全封闭了自己，那你不是在惩罚那个人，你是在惩罚你自己啊。我觉得人总是要成长的嘛，吃一堑长一智。我觉得最重要的也是要保护好自己。亲密关系是需要我们用心经营的，每一种关系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亲疏有度，才能久处不累；远近相安，才能彼此牵挂。如果我觉得做朋友只是一味的向朋友索取情绪价值的话，去强迫对方弥补自己内心缺失的安全感，其实是对友谊的负向吞噬。当你珍惜的朋友变成了你用来缝合自我创伤的工具人，关系必然走向崩坏。希望大家都可以用真心去对待朋友，同时也收获真心的朋友。我上次录完就跟大家说，我甚至都有了戒断反应，就觉得什么时候再录？然后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有这个感觉，没想到张凌辉有这个感觉，他就一直问我，我们下一次录制是什么时候？走，来，收。放水啊，放水！不是，落地，好的，3、2、1，加油！阿金，爸爸，慢慢来，好不好？还可以，像坐着的。没事，不会有事的，你放心。你现在脚已经踩到我头上了。好，来，加油！好嘞，到，放心坐。好嘞，没问题。也很感谢我在开始特里巴交到的每一个朋友，谢谢你们。我觉得我们是真正的健康的朋友的关系。阿乖一开始对朋友呢，他是依赖的，但是呢是有一种畸形的依赖在，就什么事儿都想跟朋友黏在一起的。所以慢慢的，当他发现没有办法让朋友完全听自己的时候，这种依赖变成了控制。因为我们总是觉得亲密的人应该去接住我们所有的情绪，所以我们总是不自觉地表露所谓的真实的自己。对亲密的人，我们觉得可以一股脑地把自己给展现出来，但是殊不知这样子一股脑的展现很可能对对方是一种伤害。那我给大家4个亲密关系相处的一个小技巧啊。第一个技巧呢，我们叫做允许不一样，就是我是我，你是你，我们是不一样的人。那我们是因为不一样才走在一起。第二个呢，就是注意我们的表达。这个表达我是多次强调，因为沟通非常重要，但是呢，沟通要坦诚，坦诚不是让你去伤害对方的，而是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那第3个呢，就是我们要创造一些亲密对话的时间。那最后一个技巧呢，我称之为做情绪的回收者，把情绪回收了，并且把它进行转化和处理，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啊，就是我们身在此山中啊，就是看不清楚，所以很需要对方去帮助我们去承接我们的情绪，并且帮助我们一起梳理和进行转化。不要做情绪的垃圾桶，但是呢，要做情绪的回收者。那以上4个技巧呢，就是我非常希望分享给大家的。大宅古德豪斯空置月余之后，灯火通明，鬼影重重，是画壁之兆，还是冤魂难散？这个宅子不干净。你们都来呀！这里好奇怪，跟画里不一样。你们的孩子不是死了吗？没有。他呀，在画中实现。姐姐，我是你的亲妹妹。我在3个月前失忆了。我是谁？你是谁？我哪知道你是谁呀？这可不会是我们一家3口吧？今天你为什么来这里？我什么都不记得。到底有多少人失忆？我们其实已经被人搞到画里了。但我们的故事好像不太一样。现在的出现的我们，可能是换心之后重生的我们。
蛇，什么？蛇自杀了！突然就浮现了一些记忆。安文哲，我们不是平行时空，我们是穿越时空。啊，文哲，把他们几个带进去，分开关押。要救我们！哇，太残忍了吧！干什么？等一下。这个仪式是为了把古德宝贝调换回来。它跟古德宝贝有什么关系呢？步步为营，每个人都是通的，也就意味着我们从画里出来了，对不对？我们的宝贝没有回来。爸爸，快出来找我玩呀！我叫朋友，看着那张脸，多年压抑的仇恨在此刻爆发。我要抢走他的一切，杀了他，替换他。我看到他们12点30要集合，我必须隐藏好自己，这样才能干干净净的开始新的人生。这话很恐怖，蹲下挠头，不对，你往里点。感觉回到了戴头套的日子。站好了，站好了。我的这个坏了，胶开了。无所谓。我能放前面吗？我要吃瓜子。肚子好痛啊！简单的。SVIP 每周4、周5 12点更新 ，VIP 用户晚19点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每周3推事解锁中提前解锁角色，每周5开推吧 X 揭秘幕后真相，每周6花絮定时掉落，每周日推事万事屋看推事日常，每周1、周2预告掉落，跟鹤立摸金与推理团一起推事件。本节目由玩转你我他，让我们乐在一起的可口可乐分享瓶赞助播出。10年问号，开始推理吧，一起推图捕捉来自于家生活吧。冷武器，同色衣，推着笼罩迷距离，烛火灭，画中影，王者再度睁眼睛。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吧话题讨论，分享你的开推观后感。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知乎搜开始推理吧3，和知乎答主热聊精彩内容。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开始推理吧，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话筒给你，大胆开麦，关注文娱 Talk， 解锁更多文娱内容。看新闻用 Za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欢迎打开网易新闻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内容。本节目感谢中华万年历西窗主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畅快。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追剧资讯，领取 SVIP 优惠。搜开推3预约领券，特惠开会员更可解锁超前彩蛋。搜开推3特惠开会员，抢先开推，更可解锁精品花絮。酱来了！腾讯视频会员新品，年轻人的专属。一起联手救出它，活力。